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看 Apple Arcade 2022苹果设计大奖必玩5款游戏。没有错，我们这个系列呢已经讲到第3集哦，就是设计大奖的第3集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游戏呢也是非常的精致。那如果大家没有用过 Apple Arcade 的话呢，我稍微介绍一下。这是一个苹果推出的游戏平台，那里面呢有上百款的游戏，那你只要订阅 Apple Arcade 呢，就可以玩里面所有的游戏哦。大家平常在 App Store 下载 App 的时候，下面就有一个 Apple Arcade 的专区，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游戏。那现在呢，应该是有第1个月免费试用，而且如果你有买新的装置，像是新的 iPhone 啊、新的 iPad， 它会送你3个月的免费 Apple Arcade，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哦。那里面的游戏呢，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水准，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来看一下 Apple Arcade 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吧。第1款要介绍的游戏呢，叫做《长臂猿传说：丛林之外》。这真的是一款太好玩的游戏了。一开始呢，看到它的封面，以为好像不怎样，结果玩起来非常的紧张刺激哦。那这是一款冒险单机游戏。那游戏当中呢，玩家将扮演一只长臂猿，要学习长臂猿在树林间摆荡穿梭的方式，过程超级刺激，而且完全停不下来，因为你一停下来，长臂猿就摔死。那随着这个游戏越来越深入呢，就会带出一些人类对于大自然破坏啊，或者战火对于动物的影响。那一不小心呢，长臂猿就会用各种方式死掉，例如说烧死啊，或者是被人类开枪打死之类的。那我刚才说呢，长臂猿在树林当中摆荡的这个方式就很像在飞行。那游戏前半段呢，也会有一只黄色的长臂猿时不时会帮助你，就是它时不时呢就会到空中像马戏团那样子把你抛出去，所以就非常的好玩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呢设计的非常的细节，而且很用心。但是游戏的一开始呢，它也告诉你这款游戏呢完全是出于实地考察动物习性啊，还有跟当地居民互动方式所设计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这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哦。那游戏当中呢，你也完全的可以体验到成为长臂猿的感觉跟困境，所以玩一玩其实心情会还蛮沉重的，就是既紧张刺激又很难过这样。顺便提一下，今天5款游戏的连结我都会直接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，如果你想要下载的话呢，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哦。再来第2款我们要介绍游戏呢，叫做 Pilgrims， 中文直翻叫做朝圣者。不过在 App Store 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汉奶奶盗贼与恶魔，有一点难念哦。那这是一款中古世纪冒险解谜的单机游戏哦。过程当中呢，要搜集不同的人物啊、道具的卡牌，然后再用这些卡牌呢触发不同角色的反应。也就是说，你收集越多卡牌呢，你去面对 NPC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测试这个 NPC 对于不同的人物啊或者是道具的反应，来达成游戏中的任务。它的画风非常的可爱，然后甚至有一点黑暗，这种我真的超爱的。依照剧情呢，最多可以操作到5只角色哦。那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愿望跟任务，所以如果达成任务的话呢，这些角色就会离开你。然后依照你触发 NPC 的这些彩蛋呢，最后会变成你搜集的卡牌。然后大家看我全部玩完一轮才解出那么多牌哦，所以其中还有很多谜团啊，还有触发的方式还没有解开，算是一个还蛮可爱又精致的小游戏。然后玩法非常的多种，光是处理鱼的料理呢，就有烤跟水煮2种方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非常细节，推荐给大家。再来第3款游戏呢，我们来介绍《乐高星际大战外传》。这是一个战斗式的任务游戏，可以多人同时线上解任务，也可以1个人解任务没有问题。那游戏一开始呢，说明了玩家是一个不小心驾驶战斗机坠落到史卡利夫星的战士，也就是说乐高呢结合了《星际大战外传》的内容所以过程当中呢，这个配乐还有你的角色呢，都是《星际大战》里面的角色哦。那玩家呢就卷入到了这个《星际大战外传》的战争当中，你必须要对抗死亡特种兵跟海防风暴兵。那游戏呢有2种任务，一种是击败资料病毒，它有很多的关卡，然后你可以直接邀请线上的其他玩家一起参与，就算你不认识也可以直接邀请。那游戏当中呢，除了邀请线上玩家跟打招呼之外呢，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沟通，就是连打字都不行。那虽然说这个任务的难度不高，但是其实还蛮刺激的，就是你要去开枪啊，或者丢手榴弹之类的。那如果你有跟其他线上玩家组
组队的话也蛮好玩，因为你们就可以分工合作，击退敌人。那第二种游戏方式呢是驾驶太空船，它也有很多个关卡。那过程当中呢，你就要击退敌方的战舰，这样子也是一个蛮经典的游戏方式。那整体玩下来，其实还蛮像是一个线上游戏的。游戏当中有一个大广场，然后它会有商店跟很多 NPC， 你可以去接任务。那完成任务之后，你就可以获得代币。那这个代币呢，就可以拿去买乐高的人偶零件，像是换你的发型啊、换你的衣服等等的。所以这款游戏呢，就是结合了非常热门的星际大战元素，又非常的可爱，不失娱乐性。然后它的任务呢是有点益智跟战斗混合的感觉，非常的好玩，推荐给大家。再来第四款游戏呢，叫做 Tent， 它是一款水彩解谜的抒压游戏。游戏过程当中呢，必须要透过画画来解谜。那混合水彩呢，调出所需要的颜色，或者是把一些颜色分离出来，然后利用这个指定的颜色去触及你的终点。这款游戏呢，没有倒数计时器或者是分数计算，就是一个纯抒压然后益智的游戏。它里面呢，据说总共有300多道关卡，然后每一种关卡呢会不止一种解法，所以你要怎么解都可以。那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也会有非常放松的环境音，像是丛林鸟叫啊，或是流水声，帮助你放松。另外呢，它还有第二种模式，叫做禅模式。它是一个非常简单，然后纯粹抒压的模式哦，就是不会让你动太多脑这样子。要进到这个模式呢，你必须要完成第一个绘本的50关以后，因为50关就是主要让你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。那知道怎么玩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继续挑战比较高难度的模式，还是你要进入禅模式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它自称说它会不断的更新它的关卡，所以算是还蛮用心的。最后一款游戏呢，我们要介绍 Wildflower， 这是一款单机故事性兼养成的游戏。那 Wild 是主角的姓氏哦。那故事背景呢是在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里面，主角塔拉来到了这个小岛拜访年迈的奶奶。那一边协助这个奶奶整理农场呢，一边探索并挖掘这个魔法的世界。这款游戏呢有很多种玩法，你可以依照任务呢去走故事线，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动物森友会，就是你要怎么玩都可以。你可以跟岛民建立感情啊，跟谁结婚啊，或者是专心经营你的事业去赚钱。你可以做菜啊，做手工艺、钓鱼、采矿、耕农等等的。那魔法能力呢，你可以骑扫帚啊，用来整理农场啊，控制天气、变换季节，甚至还可以变成一只猫。所以就是玩法还蛮多的，你可以在里面谈恋爱呀，或者是专门去解女巫团的任务，各种玩法都非常的好玩。它有点像是女巫版的动物森友会。那这款游戏呢，也获得了苹果设计大奖，因为它容纳了许多时下多元性别的议题，故事呢涵盖了各种年龄啊、文化或性向，而且它鼓励玩家接纳他人，所以算是还蛮可爱的一款游戏，推荐给大家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5款 Apple Arcade 必玩的游戏介绍就到这边了。大家最喜欢哪一款游戏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或者是大家有想要我介绍哪一方面的游戏，欢迎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